强化学习可以看成是机器学习里面中的一个子领域。一般机器学习可以粗略的分成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监督式学习，第二个部分非监督式学习，第三个部分就是强化学习。早在大型语言模型像 ChatGPT 出现之前，就已经在很多地方做好的应用。那只不过自从 LLM 出现以后，强化学习实际应用在大型语言模型的价值对齐。强化学习有很多各式各类的演算法，如果你要去了解它里面的构造的话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最基本的演算法，像是 Salsa 和 Q-Learning 开始去着手了解。你只要知道它里面的运作过程，接下来任何进阶的演算法，你只要定义好输入和输出，就可以快速的使用。影片呢就会教学强化学习演算法，叫做 Salsa。至于强化学习到底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，我们可以用这张图来解释。首先，这张图的左边有一个机器人图形，叫做代理 Agent， 右边是环境 Environment。在我定义好这两个主体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简单来说，强化学习就是代理和环境之间互动。代理透过观察环境的状态 State， 选择动作 Action， 目的要最大化我的累积奖励 Reward。所以基本上它就是靠环境的互动做特定的选择，得到一些回应。那这个动作会影响到它下一个时间点看到的系统状态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代理就是在这个跟环境互动的过程，慢慢学习选择。当我的选择的方式越好，我得到的累积奖励就会越高。而选择的方法，我们就称为是策略 policy。强化学习演算法就是希望帮助你透过这种状态、动作、奖励之间的交互作用，让代理可以学到最佳的策略。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架构，可能会觉得有点抽象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事实上我们在训练宠物做某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就非常类似强化学习的过程。宠物会根据目前的状态做一些动作，然后主人会根据宠物做的动作给予奖励或者是惩罚。那如果是奖励的话，在不断的尝试以后，宠物就会学习到在这种状态底下应该要做什么事情，也就是训练宠物的过程。当然，我们希望强化学习演算法可以尽量的应用在各种领域、各种情况，所以我们必须把刚才的概念做抽象化，也就产生所谓的状态、动作、奖励这样一个循环过程。强化学习的目的就是让代理可以透过跟环境的互动，学习出较好的策略。但是数学上要怎么样描述这个策略？如果状态还有动作空间里面都是有限的元素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一个表格来表示。那这个表格就叫做 Q table， 也就是这边的 QSA。这个 S 就代表状态 State，A 代表动作 Action， 而 Q 代表当我在状态 S 选择动作 A 所得到的预期累积奖励。累积奖励越高越好。我们希望 Q 可以最大化，而最大化 Q 的过程，就是在某一个状态 S 尝试所有的动作 A， 看哪个动作 A 可以最大化 Q 值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如果我有 Q 表的话，就代表我有一个对应的策略，我有个策略就代表我对应的 Q 表，这两个基本上是一样的。但是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个 Q 表呢？一开始我们当然不知道，根据现在的状态选择某个动作，根据这个动作得到对应的奖励，以及环境转移到下个状态，这些资讯慢慢去更新我的 Q 表。所以事实上，你看到这个式子就是它更新的方式。虽然这个式子看起来有点吓人，但是我们稍微解释一下，强化学习在处理的事情，它的环境通常具有随机性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在某一个状态，选择某一个动作，得到一个奖励。下一次如果是在同一个状态和做同一个动作，它的奖励可能会不一样，因为它具有随机性或者有不确定性。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必须不断的在过程里面将的观察，我们得到结果均起来，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预测。策略的形成也是一样，我们要透过累积的方式来形成。而这条更新式，它其实就是在做平均的过程，只不过这种表示式会更方便我们去做 Q 表的更新。现在的状态，现在的动作得到的奖励是 R，S prime 是下一刻时间的状态，下一刻时间点选择的动作，所以它刚好形成是 SARSA， 就是我们说的 Salsa。所以 Salsa 演算法基本上就是根据这样一个序列产生出来的更新式。那接着我们再来解释一下，这里面有两个超参数，一个是 Alpha 学习率，第二个是 Gamma 折扣率。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箭头
就代表我们要计算右边这边的数值，然后更新到左边。QSA 在强化学习里面代表动作价值函数，意思是呢，当代理在某一个状态 S 下选择动作 A，预期可以累积到多少的奖励？这个 Q 代表的就是 quality， 也就是这个动作的好坏程度。Q 值越高，代表动作在这个状态底下越值得选择，因为它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。学习率决定了每一次更新 Q 值的时候，要相信新的资讯的程度有多高。阿尔法的值会介于在0和1之间。如果阿尔法越接近于1，表示我们很重视这次学习到的新经验，那我就会大幅的调整原本的 Q 值。反过来说，如果阿尔法非常接近0，也就后面这一项没有了，更新就比较相信原本的 Q 值。这次的经验只会做一点点的修正，所以学习率就像一个调整速度的旋钮，帮助代理在学习新策略的时候控制每一步更新的幅度。再来，折扣率 gamma 是来决定我们对未来的奖励有多么的重视。gamma 的值会介于在0和1之间。如果 gamma 越接近于0，代表我们只在乎眼前的奖励，未来的奖励几乎不考虑。如果 gamma 接近于1，表示我们很重视长远的回报，会把未来的累积奖励也纳入现在的决策里面。所以简单来说， gamma 就是在衡量眼前的利益还有长期收益的平衡。设定合适的 gamma 值，可以帮助代理学到更符合整体目标的策略。Q table 的更新，我们习惯上也可以使用这张图来表示。STAT 代表在现在这个时刻的状态、选择的动作，获得的奖励叫做 RT+1。这时候环境会转移到下一个状态 ST+1，所以黑色的点代表状态和动作的配对，白色的圆点代表状态。在下一个时刻，我们会选择另外一个动作叫 AT+1，我就从状态转移到状态动作配对，并且计算在下一时刻的价值。接下来我们就又把刚才的概念使用 Python 程式码实践一次，你就可以更了解里面的细节。但在此之前呢，我们还要回过头来看一下这张图。就从程式撰写的观点来说，首先你要定义好状态、动作还有奖励，接着针对环境，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函式。我的输入就是状态，还有动作，函式的输出就是奖励讯号，以及下一个时刻的状态。对于代理来说，你要定义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Q 表，也就是策略，它本质上也是一种函式，给你目前的状态，你要输出给我一个动作。而这个函式的实现方式就是查表。当然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代理并不知道什么样是一个好的策略，所以你可以随机给定数值，而在代理跟环境互动的过程里面，慢慢更新我的 Q 表，用刚才的更新式。有一个概念需要进一步的说明，代理主要是透过探索不同的状态，不断学习更好的策略。如果在选择动作的过程里面，代理总是挑选当下能获得最大价值的行动，这叫做贪婪动作选择。但是这样的做法会限制状态空间的探索，会使代理比较难学习到真正的最佳策略。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呢，每次动作都完全随机的选择，虽然这样可以最大化对状态空间的探索，但是学习过程中的奖励表现会非常的差，因此会让演算法不适合在线上去做学习。在实作上呢，我们通常会使用 epsilon 贪婪动作选，这个方法会设定 epsilon 当做一个阈值，用来控制代理选择贪婪动作的几率，这样就可以在状态空间的探索能力还有学习效能之间取得一个平衡。此外，强化学习的本质就是代理跟环境之间的反复互动。在实作上，通常会使用像是 for loop 回圈的结构来模拟这样的过程。但是为了更好的控制代理的学习进度，我们通常会引进回合的概念。举例来说呢，在电玩游戏里面有一种代玩的产业，花钱请人帮你训练游戏角色。如果使用强化学习来训练，每通过一个关卡或者是角色死亡一次，都可以视为一个回合。这时候整个训练还有学习的过程就可以以回合数来量化。又例如，我们可以使用强化学习来做能源管理系统，一个回合就可以代表一整天的能源排程。这样的划分方式会有助于衡量学习的单位和效果。最后，如果你要确认代理是否真的学到了最佳策略，我们可以观察学习曲线，横轴代表回合数，纵轴代表累积奖励。如果是一条有效的学习曲线，你会看到累积奖励会随着回合数的增加而稳定的上升。
当累积奖励趋近于稳定的时候，就可能代表代理已经学到了接近最佳的策略。接着，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环境来测试莎莎演算法。我们考虑一个沼泽漫游的网格世界，这个问题被处理为一个回合式的任务，折扣率设定为伽马等于1，每一个格子代表一个状态，也就是所谓的位置状态。沼泽的区域呢，占据了第一列的10个格子，任务的起点是 S0，终点是 ST。代理的动作包含了上下左右4个方向，每当代理执行一个动作，对应的会使其位置移动到相邻的格子。不过，如果动作导致代理超过网格的边界，它的位置不会改变。也就是说，下一刻的状态等于当前的状态。如果代理在下一个状态落入了沼泽区呢，会得到奖励是-100。如果下一个状态为其他的非沼泽格子点，包含了终点 ST，它会得到一个奖励是-1。代理为了最大化累积奖励，它会学到一个最短路径来达到终点。我使用的是 Google 的 Colab 线上平台来执行我的 Python 程式码。首先，我们先导入需要的套件，然后先定义好网格世界的参数，学习率设定成0.1，Epsilon 设计成0.3，也就是70%我会选择贪婪动作，30% 会选择非贪婪动作。接着我用一个表格来代表 Qtable。动作呈现方面，因为我是2个维度，我做了一个编码，我用0代表往上移动，1代表往右移动，2代表往下移动，3代表往左移动。所以我的动作空间基本上它就是0、1、2、3。定义我的环境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函式。我的输入就是状态和动作，我的输出就是下一个状态还有奖励。在下一步我们定义好 Epsilon 贪婪动作选择的逻辑。当随机变数小于 Epsilon 时候，我选的就是非贪婪动作；当随机变数大于等于 Epsilon 的时候，我选的就是贪婪动作。主要的程式就是一个回圈，有外面的一个回圈 for loop 和里面的回圈。我们先看里面的回圈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回合。要做的就是把刚才的 Qtable 的更新式放过来，同时记录过程里面的累积奖励。外面的回圈主要是用来取平均，当里面的回圈执行一次，我就会得到一个学习曲线。比如说我想看40次的平均，那么外面的回圈就会执行里面的回圈40次，得到40条学习曲线，再取平均。最后部分的程式码就是绘出学习曲线。执行程式的结果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条平均的学习曲线。大概在学习过100回合以后，学习曲线大概就不再上升了。在这个情况，我们就可以推测代理应该已经学习到了最佳策略。这部影片的目的呢，是让你快速上手第一个强化学习演算法，因此省略了许多进阶的细节，比如说像马可夫决策过程、转移几率、贝尔曼最佳方程这些概念的深入讨论。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的细节，你可以参考全华图书出版的《强化学习导论》。该书的电子档以及本影片中使用的教学程式码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找到连结下载。如果你有任何概念不清楚，欢迎在留言区讨论。